压力，对，一个勾摆的，然后整个过程，去你娘的！哇，这个有。他就是坦克邱建良的接班人。中国小伙习得邱建良独门绝技，一记势大力沉的神龙摆尾，成功命中老外咽喉处，坐拥35次 KO 的巴西 KO 之王就这么昏死在擂台上。正是这暴力一脚，让整个沈阳人都记住了他的大名。脚踢老外的中国小将就是来自沈阳的刘贵成。刘贵成是目前中国新生代自由搏击与综合格斗双栖选手，并且在自由搏击领域拿下了25战19胜的不俗战绩。身为中国新人的刘贵成，打法凶猛且不失头脑，常常在擂台之上能够打出震惊全场的击倒场面，这足以说明刘贵成是中国拳坛不可多得的实力小将。本次刘贵成将要面对的老外就是绰号铁头哥的拳坛老将维克托。维克托是巴西现役的踢拳世界冠军，并且这家伙拥有着极高的 KO 率，许多外国名将都曾倒在他的铁拳之下。再加上他在擂台上有着推土机般的凶猛打法，故此拳迷粉丝称呼他为巴西铁头哥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刘贵成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刘贵成一开场就不做试探，直接发起凶猛进攻，根本就没将维克托这位老将放在眼里。可以说今天比赛双方都是拼打型选手，自然首回合都省去了试探阶段，直接为观众展现出了精彩至极的拼拳换脚片段。早在半年前，维克托可是刚刚跟狼兵后裔蒙国东打了一场比赛，奈何因为微弱的比分劣势输掉了比赛。这也导致维克托看到中国选手就十分的恼火，打出的拳脚十分犀利，只想尽可能的 KO 中国选手。很有个性的绰号。是，那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、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，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对，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。对，刘贵成是一名98年的新人，然后巴西的维克托是一位86年的老将，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，12岁。那刘贵成是 MMA 跟自由搏击双栖的选手，他的转身扣摆，包括转身的后摆拳都相当不错。对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一轮拳法的对攻当中，刘贵成是占了上风。是。那维克托上一场比赛对上蒙国东，被蒙国东揍了一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贵成开始慢慢适应比赛节奏，并且对维克托进行针对性进攻，尤其是这精准的神龙摆尾，直接将对手踢飞数米远。估计邱建良看到此情此景，也会欣慰的点赞支持。维克托也不得不变得更加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会因为小看面前的中国小将而遗憾落场。对，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、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，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我们现在回到场上。转身个腿法，漂亮。两个拳法互控互顶。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，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贵成展开了对攻。对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啊。他打那场缅甸拳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，这个钱不好赚了。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肘奖，那肘很厉害，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。一名很有故事的选手。是。他也跟这个单猜打过缠马，打65公斤级的。当然是单猜赢了。对，也应该是常年维克托这位踢拳老将虽然表现得略微谨慎被动，不过铁头哥绰号可不是白来的，依旧能顶着刘贵成的进攻进行一系列反击。但是一味的抗伤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刘贵成不再依靠密集重拳打出优势，而是在维克托防守的同时，精准有效的命中维克托脑袋上，这样刘贵成能够进一步的扩大比分优势。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，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方选手的膝盖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刘贵成的拳其实比较好的。刘贵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先为点数嘛，28-29输了一个比赛。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就踢得非常漂亮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维克托瞬间打出高扫准备偷袭刘贵成。奈何刘贵成的防守反击做得太完美，巴西老将非但没有打出有效命中，还得担心刘贵成凶猛的拳法。早在刘贵成的教练团队研究维克托战术打法的时候，刘贵成就发现了对手十分依赖腿法，却忽视了自己拳法上的不足之处。刘贵成不停地往维克托内围逼近，就是为了利用重拳扩大优势。被动局面，第2局有没有什么战术的变化？刘贵成拳法近身之后补上一个膝撞。
双方呢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多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桂成前腿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，展开了进攻。又是一个膝关节内侧的进攻。但是维克多的膝关节的进攻对上跟之前的荷兰选手来比较的话，他功力稍微差了一点。对，不管是从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，都占点火候。对，一个漂亮的转身后摆拳。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。是。刘桂成越大越凶猛，完全忽视了对手。可是巴西声望极高的老拳王，不知不觉维克托的鼻梁骨就被重拳打断了。裁判眼看此情此景，赶紧暂停比赛。毕竟在职业擂台受伤流血是小事情，但是因为失血过多不能继续比赛，那属实是比赛中的遗憾。重拳对于维克多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了，已经产生效果了。对，维克多的鼻子被打出血了，比赛进入了医疗时间。这时候其实维克多呼吸是会有点困难的。而且有时候是除了鼻孔是塞住之外，有时候这个血会倒流到咽喉，连嘴巴都很难呼吸。对，这会给比赛造成很大的困扰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医疗监督首先处理了选手鼻腔内的积血，然后通过冰敷压止来控制选手鼻腔继续出血，是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。也代表着维克多虽然他有这个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，裁判宣布比赛继续。鼻子受伤的维克多眼神中充满了愤怒，还想跟中国选手做最后的猛攻一较高下。结果刘桂成也是这么想的。根据表现来看，维克托论拳法根本就不是刘桂成的对手。维克托边打边退，只能双手护着头部进行防守。留下一个印象你被揍的又中了，这个鼻子中了。像打拳有人喜欢打下巴，有人喜欢打鼻子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。对，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，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他一直在张着嘴呼吸。是，双方选手浴血奋战呢。刘桂成冲近距离的勾摆打得很漂亮。整个过程应该有效果。这是他的教练 AD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呐。是。这个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不管比赛打得怎么样，维克托这个铁头这个绰号真的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维克托几乎忘掉了防守，本想再次发起冲锋，结果刘桂成也是豁出去了，直接神龙摆尾命中对手头部，维克托当场晕倒在擂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束，随即安排医护人员上台救助，最后公布比赛结果。刘桂成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刘桂成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